我教你们一个方法，让你们从此以后只有好事没有坏事，好不好？那就是当一件事发生以后，马上写出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的10大好处，这件事瞬间就从坏事变成了好事。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2元对立的世界，有阴就有阳，有太阳就有月亮，有黑就有白。换句话讲，没有黑你也不知道什么是白，没有冷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暖，没有坏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你没有疾病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健康。所以在座的各位，既然这件事你认为是不好的，你看到了不好的一面，它就一定有好的那一面，把好的那一面写出来，这件事就瞬间变成好事了嘛。所以佛说了，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你总是想到不好的事你就进入地狱，你总是想到好的事你就在天堂。我们人有3个意识，写上表意识、意识、潜意识。这是用心理学的话来给它分类啊，表意识、意识、潜意识。表意识是什么呢？写上叫自我，意识写上叫本我，潜意识写上高我。想象一幅画面，有一匹马，有一个马夫，还有拉了辆马车，后面坐了一个乘客。这辆车里面有几个意识？告诉我，3个。那个马有没有意识？赶马的那个人有没有意识？付钱那个乘客有没有意识？那个马他会认为这匹马车我说了算，我怎么拉他就怎么走。这个马就是自我，这个马写上叫兽性。哎，有没有这样的人？打老婆，打完以后第2天后悔了，给老婆磕头，第2天喝酒了又打，兽性大发。听懂了吗？人是从兽来的嘛，人以前是从动物变过来的嘛，所以人体内残留的兽性。这样讲话能听到？那继续，赶马那个马夫他会认为这辆车我说了算，我怎么赶他怎么走，这个叫什么性？写上人性，也叫本我。但是真正决定这辆马车往哪走的其实是后面的乘客，因为他在付钱。能听懂吗？那个乘客写上高我。一个自我强大的人就很容易冲动，就是总容易犯错，就总容易后悔，就总容易干出一些禽兽不如的事儿。就这种人这辈子一事无成。一个本我强大的人，他总是考虑别人，反而忽略了自己。小时候为父母活，到学校为老师活，娶个老婆为老婆活，生个孩子为孩子活，孩子有了孙子为孙子活，你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所以在座的各位，所谓的那些高手，就是想方设法不再用自己的自我和本我，而是用什么？用高我。所以乔布斯他公司最重要的不是会议室，是他的禅修房。他每一次做决策是一个人在禅修房打坐。马云公司最重要的也不是他的董事长办公室，是他的太极禅院。每一次做决策他去打太极，他在打太极不是在打太极，是在链接高我。包括稻盛和夫先生，稻盛和夫先生他就是活在高我为次的人，做任何决策是用高我来做。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孔子问道于老子以后，哇，笑得合不拢嘴，晚上睡觉都能从床上翻起来打滚开心。众弟子大惑不解，就问孔子：师傅，你跟老子学了啥了？你开心成这样？孔子说了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早上让我知道道是什么了，晚上让我死都值。这叫极乐，这叫真正的极乐。用《道德经》的原话4个字把它写上：众妙之门。被自我和本我掌握人生，活得残废，太可怕了。就像我们站在上海中心的楼顶，看下面的那个人，跟我们看蚂蚁没啥区别，忙忙碌碌，为了点钱，为了点名，为了点利，哎，是不是这样的？各位，马上写上顺流而下 vs 逆流而上。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想要顺流而下的人生，还是想要逆流而上的人生？为什么能顺流而下？稻盛和夫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活着的唯一目的是让自己灵魂走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更高那么一点点。稻盛和夫发现，我们追求的功名利禄如过眼云烟，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这辈子最后能带走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你这一世的修为，就是你的灵魂的高度。为什么有些人蠢笨如猪，而有些人智慧如狮？上辈子修行不一样，你能听懂吗？各位，你不要认为你这辈子死了，下辈子你投个好胎，不可能。天天打麻将，天天赌博，天天不学无术，
你下辈子投胎依然是烂啊，依然是烂人啊，知道没？我不跟你开玩笑，就人这辈子真的是功名利禄，所有的一切都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你这辈子唯能带走的就是你这一世的修为。这样讲话能听懂吗？所以在座的各位，人生最大的悲哀是拿了一大堆带得走的去换了一大堆带不走的。人生最大的智慧是拿带不走的换带得走的。既然我们这一辈子修为是能带走的，我们这辈子的钱呀、功名利禄都是带不走的，那我就要拿带不走的去换带得走的呀。就讲到这以后瞬间明白，要提升自己的修为。稻盛和夫创立2家世界500强，通过临在发明了绝缘材料，创立京瓷，上市，变成日本的100亿富豪。结果突然有一天他打坐，他看到了，他说我看见了，在活法那本书他用了最少5次，我看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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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未来会用一种无线电话。日本人要用无线电话就得有用无线网络，他说服他的董事会，我们一定要做一家无线网络公司，他要开一家类似于中国电信这样的通讯公司，听懂吗？所有董事会全反对，你这啥玩意儿，董事长，咱不是做通讯，咱就是做绝缘材料的，咱做这个能行吗？他说一定能赚钱，一定可以，我看见了。他成立一家公司叫 KDDI， 相当于中国电信，在日本成为第2大移动运营商。第3次出山拯救日航，日航濒临破产。一个80岁老头从来没有做过航空业，日本政府让他出山救日航，不然日航就要破产，几万员工颠沛流离。结果去找他的时候，他所有人都不同意。董事长，你现在是咱日本的经营之圣啊，你这辈子没有败绩啊，你不懂航空业，你已经可以安享晚年了。如果你此次出手胜，你的名声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败，你这辈子就完了，叫遗臭万年了。你最后一战败了呀，晚节不保，听懂没有？然后稻盛和夫说没关系，我已经看见了日航在我手中起死回生。他只用了1年半时间，1年半，日航扭亏为盈，重新成为全球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为什么？因为他能看见，他能预见未来。好，就是这么一个人。请问他现在在哪？他在日本要饭，他把所有资产全捐了。如果你们去日本东京，在街上你能看到一个赤脚僧人带着一个斗笠，然后拿了一个钵在那里走花园，其中有一个老头就是他。在座各位，你们拿了自己带得走的去换带不走的，这是多大的愚蠢！你要闭眼的那一天起，你突然发现，我这个苍天呀，我这辈子干了点啥？我拿带得走的，我拿我这辈子的灵魂换了一大堆不要的东西。在座各位，我不跟你开玩笑，所以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意识。人生活着的唯一价值就是提升自己的意识维度。你的意识维度一旦提升，情绪立刻提升，能量立刻提升，人生瞬间提升。不要用自我，不要用本我，写上。自我和本我在哪儿呢？自我和本我就在你的脑里，写上脑。高我在哪儿？写上心。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脑袋里永远有2个声音在那里吵架，不停的吵，一个叫小黑人，一个小白人，有没有？当年我很穷，我的指甲长了，我要去买个指甲剪，我走在天桥上，有一个摆地摊的，我就拿了一个指甲剪，刚拿着还没付钱，城管来了，摊主抱着东西就跑，指甲剪还在我手上。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出来了，我靠，太牛逼了，不用给钱。来，这个声音是哪个我？这个声音是自我。自我就是兽性，只关注自己，不关注别人，听懂了吗？但是我那个声音还没有落下去，又有一个声音出来了。周文强，你这样想还是人吗？人家多不容易啊，你赶快把指甲剪还给别人，要不就付钱给别人。来，这个声音是哪个声音？什么高我？本我嘛，永远为别人着想嘛。你在脑袋里听到的那2个声音，没有一个是高我的声音。高我跟你沟通的语言是感觉。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你的头脑就不想让你干这件事，但是你的心里就发慌，你就觉得这件事好，你就想干，有没有？就仿佛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往前走，有没有？就感觉到没事啊，怎么这2天总感觉不对劲儿啊？头脑怎么分析都没事，但是就是那个心跳加速，就感觉不对劲儿，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有没有？那个就是高我的声音。自我、本我、高我，哪个才是真正的你？自我和本我把它称为叫假我，而高我才是那个真我。换句话讲，就是那个自我和本我，它其实不是你，那是假的。那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假的呢？没有假，何来真呢？我们活在一个2元对立的世界，在3维空间是2元对立的。有没有发现，有黑天就有白夜？
有开心就有伤心，有健康就有疾病。我们总认为疾病不好，伤心不好，黑夜不好。你有没有想过，没有黑夜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光明，没有疾病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健康，没有伤心你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开心。叫没有对比就没有好坏。一个没有经历过疾病的人，你跟他讲再多没有用，他经历过疾病，我敢保证他会每天活得很开心。一个癌症患者得了绝症，以前老纠结老痛苦，因为小事发脾气，结果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疾病战胜了，突然癌症好了，我跟你讲他老开心了，他每天不吃饭都开心。哎，是还是不是的各位？今天你找了一个女的，你找她只是因为你看到她长得太漂亮太性感，你起反应了，你的物质体起反应了，所以你跟她结婚了，这不叫真爱。结婚以后你马上就腻了，得到以后你马上就没有新鲜感了，因为那是你的兽性。这样讲话能听吗？今天你失恋了，你很痛苦，有一个男的啊，这温暖你啊，对你好啊，你认为他对你挺好，所以你嫁给了他，你不会幸福，因为是你的情绪爱上了他，并不是你这个人真心爱他。今天有2个女的追你，你就在分析啊，脑袋分析了，这个女的长挺漂亮，我也挺喜欢，但是呢家太穷没钱。这个女的虽然长得一般，她有钱呀，我跟她可以少奋斗30年呀。你就娶了这个，你能开心得了吗？什么叫真爱啊？什么叫真爱？是你灵魂的爱，你灵魂爱的一塌糊涂。你见到她第一眼就已经爱上了她，是你灵魂的爱，跟这个人的出生、学历、家世、有没有钱没有任何关系，跟他甚至跟他长相都没有关系，就是一种感觉，就是爱他，叫怦然心动。什么叫真爱？就是杨过见小龙女，小龙女见上杨过以后，就那种感觉，这叫真爱。请问杨过会出轨吗？有多少女人爱杨过爱得死去活来？郭襄，那郭芙，那爱得一塌糊涂啊，叫一见杨过误终生啊。但是杨过他只爱小龙女，这叫灵魂伴侣，这是灵魂的爱。就讲到这儿以后，又讲到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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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东西，3维空间最高的能量就是一个字，叫爱。写上穷人和富人的第5个区别，起心动念的不同。我们人之所以会动，就2种力会推动我们往前动，一个是追求快乐，一个是逃离痛苦。逃离痛苦比追求快乐那个力更大，逃离痛苦叫恐惧，追求快乐叫爱。在座各位，你承认吗？97%的人工作都不是因为热爱，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恐惧害怕交不起房租，是因为恐惧害怕将来没有钱会饿死街头，所以找了一个不爱的人，找了一个没感觉的事儿。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找了一个没感觉的人，做了一件没感觉的事儿。你做那个事业你没感觉，你怎么可能把它做好？所以在座的各位，人生活着的最高境界是找一个爱的人，在爱的地方做爱的事业。什么叫爱？发自内心的热爱，热爱就是能量。你到底是为何而做？你告诉我，如果你做这件事只是为了责任，写上责任等于消耗，爱等于能量。我们很多人今天做一份事业不是为了爱，就是责任。没办法，我要养家糊口，周老师，既然你是为了责任而干，我都说了，责任等于消耗，你越为这件事付出责任，你就能量越往下，螺旋式下降。既然钱也是一种物质，既然物质等于能量，所以钱也是能量的显化。你做这件事能量越来越低，你赚这件事赚的钱就越来越少，听懂了吗？但是如果你做这件事是为了热爱，你会越干这件事越让你赚来更多的钱。这样讲话能不能听懂？什么叫热爱？像牛根生爱牛奶一样，朱熹你爱果汁一样，马云爱互联网一样，周老师爱财商一样，要找到这样的事业，这样的事业就是你的轨道。就像科比第一次看到篮球的那个状态，科比死之前写了一本书，我要把我人生所有的成功秘诀全分享到这本书里面。然后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了科比对篮球的那份热爱啊，那份执着呀。还记得得到第一个真正篮球时，我还是个孩子，我喜欢他在我手中的感觉，我对他一见倾心，我甚至舍不得拍它或用它，因为不愿意破坏那些鹅卵石般的皮革颗粒，还有那些完美的凹槽，我不想毁了那种奇妙的感觉。我也喜欢它发出的声响，那种在硬木板上反弹出来的砰砰砰声，清脆清晰，易于预测，那是生命之声，那是光芒之声。
这正是我热爱篮球、热爱比赛的一部分原因，也是我篮球之道的核心和根基。因为他们，我才能经受我所能经受的一切，倾注我所能倾注的所有，探索我所能探索的全部。一切都源自于孩童时期，我第一次听到那让我心醉神迷的砰砰砰声。写的没尾？哎呀妈呀，不知道还以为他写给他初恋情人呢。他爱篮球，爱的已经入骨了，你知道吗？他第一次见篮球就爱上了篮球，他跟他爸说：“爸，我不上学了，我就要打篮球。”在座各位，他被称为凌晨4点的太阳。洛杉矶凌晨4点的太阳有一个习惯，科比整整坚持了25年，每天凌晨4点去打球。在座各位，如果不是热爱，请问他能坚持这么久吗？他坚持不了，就是热爱。马云说过这么一句话：凡是跟钱有关的决策我全亏了，凡是跟热爱有关的选择我全对了。他做阿里巴巴是热爱，做淘宝是热爱，做支付宝是热爱。所以马云瞬间明白，我再也不做跟赚钱有关的事儿，我只做跟我使命有关的事儿。我的轨道就是服务全中国、全世界3600万中小微创业者。我只要在这个轨道上走，我怎么跑都能赚钱。那么有没有发现，对了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阿里巴巴所有的投资，只要是在这个轨道上的，全赚钱了？菜鸟物流、支付宝，那你做的那件事，今天是出于热爱，还是出于恐惧？起心动念决定了你是谁。3%的富人做事儿没有一个是为了赚钱，热爱。齐白石为什么能成为齐白石？徐悲鸿为什么能成为徐悲鸿？他就爱画马，什么都不愿意，就喜欢画马。你找谁说理？画1万匹往死里画，画了30年。你如果什么都不干，也天天画马，画30年，你也能成为下一个徐悲鸿。听懂了吗，各位？热爱就像李白写诗一样，热爱不是为钱而写。你呢？97%的人是为钱工作，3%的人是为什么工作？热爱，为爱而生。来，最后一条，穷人和富人的第6个区别，行动力的不同。行动力的不同，就讲了这么多，收入方式的不同，支出方式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意识能量的不同，起心动念的不同。不去行动等于0，去行动马上拿到结果。听懂了吗？哎，能不能听懂？地球的唯一语言就是行动，阳明心理学就4个字：知行合一。知道做到，全世界最远的距离，从知道到做到。你得行动啊，给自己做个决定啊。为什么不敢行动呢？这位各位，我想问你个问题，请问今天你会饿死吗？在中国今天能不能饿死人？反正饿不死，为什么不找一个爱的事去做呢？反正饿不死，为什么不找一个爱的人去爱呢？去过呢？你都不爱他，你跟他在一起，2个人在相互伤害，能量是下滑的，螺旋式下滑。你跟他之间有爱，夫妻2个人其利同心，其利断金，螺旋式上升。他说什么说？行动啊，去行动啊。那为什么不行动呢？写上2个字叫决定。决定决定命运，新的决定决定新的命运。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去行动吗？因为你没有给自己做一个决定。你我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我给自己做了个决定，而你没有给自己做一个决定。你和我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差一个决定。决定决定命运，新的决定决定新的命运。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给自己做一个决定，写个决定，20多少年，我给自己做个决定，我要在多少年之前完成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签上名，自己狠狠做个决定，敢不敢？给自己狠狠的做个决定啊！我不跟你开玩笑，9年前，一个在富士康上班的人，就因为听了我这节课，他给自己做了个决定，老子一定要创业。他用了3年时间从工厂里面走出来创业，今天也是个小千万富豪。人与人比的就是你敢不敢狠下决心。你对自己狠一点，生活就会对你好一点。当你一旦做那个决定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力量就全回来了，全回来了。